我们要如何使用这一个 labels 的 function。那么这个 labels 的 function 呢，对于我们的这一个 subscriber 的标签来说是非常好用的。那我就给大家一个simple 的这个 use case， 这就是当我们有的时候有一些客户进来的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去 send 一些 reminder。那么很可能你需要给自己一个 remark 或者是一个 tag 来告诉系统说，这一个的subscriber 呢，它是需要我们 send reminder， 就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payment reminder， 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这个new product send to client。那它其实只是一个的简单的 label for 你去做这个 remark。那么在使用这个的 label function 的时候呢，那其实我们是有2个 function 是可以使用的。那第一个呢，就是可以在这个 action notes 这边，你可以自动让它添加或者 remove， 又或者是你可以在 condition 这个 notes 这边呢，就可以检测到底这个人还有没有这个 label， 就是这个的 client， 就是或者是这个的 subscriber 还有没有这个 label 或者没有。那么当我们要做这个 labels 的这个 function 的时候呢，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去 add new label， 就是在我们的左下角这边你可以看到一个叫 contents， 然后的时候会在这个 labels 的这个 function 这边 click 一次。那么在进入到 labels 的 function 里面，在右手边这边会看到一个叫 new label。当我们点击下去之后呢，你可以把它加入一个 new label， 就打个比喻这样子，reminder label， 那我就按一下 save。 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得到我现在已经创建好一个 reminder label 了。那么我们的下一步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回到 flows 的位置，然后在这里呢，我有很多的 flows， 那当然你只需要在你的任何一个 flows 里面做出一些设定就可以了。比如我在这个 main flows 里面呢打开之后，然后我创建了一个action 的 note， 我其实只需要在 basic actions 的 function 里面，就可以使用到这个 add label 或者 remove label。那除了在这个 action note 里面，我当然可以在 condition note 里面，然后我只需要 click 这个 add condition。那么在这个 if 的这个 option 里面，我只要选择 labels。那么在 operator 这边呢，我可以选择 has any of the following 的 option， 又或者是 not in 的 option。然后在 label 这边，我就可以看得到一个叫做 reminder label， 这个就是我刚刚创建出来的。那当我这个 label 已经选定了之后呢，那我只要按 save， 那么我只要再按 publish， 我就可以 test run 我的这个的flows， 那自动添加 labels 给这个 subscriber。那当然我们还是可以去这个左边的bot user 的 function 这边，我们只要 click 一次，然后呢，我甚至可以手动添加，我选择我想要的这个的 subscriber， 比如 admin 是我的 subscriber， 我打开。那么在我的这一个的 bot user 里面，你会看得到有一个 option 是叫做 labels， 然后我们只要 click 一次，然后在这个 add 的 function 这边，我只要 click 一下，那么我就可以选择 reminder labels 的这个 option 了。我点击进去之后，我只要按 save， 然后呢，我就可以看得到这个的 labels 已经给了 admin N 这个subscriber 了。那么下一次我要再做 reminder 或者是要做 automation 的 checking 的时候，也是可以在这边在 bot user 这边都可以看得到了。好了，那么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谢谢大家。